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案件——日本3亿抢劫案。这个案子发生在1968年，至今已经50多年了，没有破案。1968年的3亿日元相当于今天的30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2亿多。这也是日本至今为止被盗金额最大的案件。犯人的作案手法非常巧妙，成为日本历史上最神秘的案件之一，被称为一次完美犯罪。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破这个案子，日本警方花了 9.9 亿日元，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破案。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推回到1968年12月6日。1968年12月6日是个星期五，这天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的行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里面有一半字是手写的，剩下的字呢是从杂志上抠下来并拼凑在一起的。信里的人要求行长必须在明天下午5点之前派一名女职员带上300万的现金到他指定的地点，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将行长的家给炸掉。行长收到恐吓信之后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报警。警察接到报案之后呢，也非常的重视，毕竟信里面提到了炸弹，因此警察决定设下埋伏，等犯罪分子上钩。到了第二天，警察就按照计划派出了50名警察，提前埋伏在了指定的地点的周围。嫌犯在信中指定的时间为下午5点之前，警察一直等到了下午6点也没有动静，于是就收队下班了。警察做出如此草率的决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各地的银行几乎每年都会收到形形色色的恐吓信，然而那些恐吓信呢，也只是停留在恐吓上，并没有实现。所以这次信托银行分行收到的这个恐吓信，警察认为也是老套路，只是写信吓人而已，所以呢也没有重视。3天之后，也就是12月10号，这天呢是星期二，天上下着雨。对于日本东芝电器公司的4523名员工来说，这样的坏天气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情，因为这天是发年终奖的日子。负责押运东芝公司年终奖的正是几天前收到恐吓信的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早上9点30分，该银行呢就派出了一辆运钞车开往日本东芝电器公司，里面装着该公司所有员工的年终奖，一共分为3个大铁箱子，每个箱子里面分别装有1亿日元，总共是3亿日元的现金，准确的来说是2亿9430万7700日元。我们知道现在的运钞车每辆车都会配备若干的押运人员，车辆呢会有 GPS， 也有高级别的防护措施，而当时的银行呢是用的轿车来进行运送的，车型是日产的赛德里克轿车，排量是 1.9 升，车身宽大，在当时属于豪华轿车。虽然此时天空下着雨，然而这并不会影响运钞车的任务，所以运钞车上的4个人就携带着3亿日元的现金出发了，前往日本东芝公司。当运钞车行驶到府中监狱附近的时候，忽然发现后面跟上来了一辆摩托车。虽然此时的雨下得比较大，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来骑摩托车的是一个警察。只见他对着运钞车的司机挥了挥手，示意他立刻停车。运钞车停下之后，就摇下窗户，看着这位警察显得十分的焦急。车上的人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先生？警察说：你们行长家被放了炸弹，你们这辆车上也有问题，赶快下来，我检查一下。车上的4名押运人员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几天之前确实有人给他们行长寄来了恐吓信。于是呢，他们就下了车。随后这位警察就对车辆进行了检查，突然从车底冒出了大量的烟雾。这时候这个警察就大喊道：要爆炸了，赶快逃！于是这几个人就赶快的躲得远远的，而这位警察自己不仅没有跑，反而坐进了运钞车，加速将车开走了。在场的4名银行押运人员看到如此的情景，不由得发自内心的感叹：这位警察实在是太勇敢了，竟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把装有炸弹的车开走了。然而他们几个人越想越不对劲儿，因为他们发现车已经开走了，怎么地上呢还是会冒烟呢？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上前一看，原来这根本就不是炸弹，而是一个发烟筒。他们仔细看了一下那个人留下的摩托车，才发现摩托车也是有问题的。当时呢，这个日本警察的摩托车都是白色的本田牌的摩托车，而眼前的这一辆虽然也是白色的，
然而并不是本田牌的，而是雅马哈牌的。这天下着雨，视线呢并不怎么好，远远的看上去很像是警车，然而仔细一看全是破绽。此时呢，他们意识到坏了，被骗了，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警察，而是劫匪。4个押运人员眼睁睁地看着劫匪把装有3亿日元的运钞车给开走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边派人前往现场，一边呢通知全市的警察去找这辆运钞车。那段时间呢，正好是东京严打的时候，所以警力已经分布到市区的各个重要路口。所以在案发仅仅过了20分钟之后，到了9点50分的时候，分散在全东京的警察收到了协查运钞车的要求，在全市各个路口设置了关卡，经过的车辆都必须经过检查。当时日本警察十分的乐观和自信，他们认为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反应，并布下了如此的天罗地网，嫌犯肯定是插翅难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1天1夜的全市大搜查，还是没有找到这辆运钞车。到了案发后的第2天，警察已经加班加点干了一个通宵，无法再大规模的进行下去，于是便决定回收警力，对劫车现场附近进行了重点搜查。在昨天的时候，警察已经对现场进行了取证，还是发现了不少的证据的。一辆雅马哈牌的摩托车原本是蓝色的，被漆成了白色，还有一个自制的发烟筒，外层有2本杂志上的纸包裹着，一本叫《电波科学》，另一本叫做《近代电影》。一个警用的扩音喇叭，应该是嫌犯偷的。喇叭上呢有一个4毫米大的报纸的残片，在上面印有一个字的右下角，经过化验是品字的右下角，最终查明了是属于日本财经新闻报纸上的。还有一顶鸭舌帽，这个鸭舌帽呢被认为是嫌犯本人的，上面有嫌犯的汉字。然而当时办案取证的几个警察觉得这个帽子挺好看，曾经轮流戴过，因此呢上面混合了好几个人的汉字，那么重要的证据就这样被破坏掉了。这天警察重点搜查了案发地点附近的区域，果然在劫车现场附近不远的小树林里面找到了这辆运钞车。这时候呢，警察才意识到嫌犯换车了，难怪经过1天1夜也没有找到这辆运钞车。警察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询问，有人看到在案发前2天就在这个运钞车的位置停放过一辆蓝色的卡罗拉轿车。紧接着警察在附近的一所高中的空地上发现了一辆绿色的卡罗拉轿车，经过对车牌号的检查，发现这是一辆被盗车。与此同时呢，还发现了一件深蓝色的雨衣，雨衣是10年前制造的，因为制造该雨衣的厂商在10年前就已经倒闭了，雨衣上有被熨烫的痕迹。警察在附近小区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发现之前目击者提到的那辆蓝色的卡罗拉轿车停在了这里。在车上，警察找到了3个用于存放现金的铁箱子，不过铁箱子是空的。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停车场还发现了另外的3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经过查询，这些全都是被盗车辆。警察发现这些车辆呢都是用布盖着的，用布盖起来的过程当中需要打结，而其中打结的这个方式它不一样，因此呢，警察就怀疑了作案的不止一个人。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团伙作案。警察还在一辆车里面呢发现了一个女性的耳环，因此呢，怀疑这个团伙里面可能有女性的嫌犯参与。警察在这天的搜查可谓是收获满满，他们发现嫌犯在逃跑过程当中经历了多次换车，在4个现场一共找到了120多件证物，因此当时的警察对于这起案件非常有信心，觉得破案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发现的这个证物太多了。警察发现嫌犯寄给行长的恐吓信上面用的那个邮票是用唾液粘上去的，通过对唾液进行的分析，发现这个人是血型是 B 型的，信上有一半的字是手写的，剩下的字是从杂志上抠下来拼上去的。经过分析比对，所用的这个杂志正是制造烟雾的那2本杂志。这起案子的4名押运人员都见过这名匪徒，因此呢，嫌犯的画像也很快就被画出来了，这对警方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警方根据此线索呢，找到了大量的嫌疑人，很快有一名嫌疑人 S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它有几个特点十分符合犯人的特征。第一，嫌疑人 S 的年龄是19岁，是当地的一个暴走族的小头目。第二，嫌疑人 S 非常的擅长开车和骑摩托车。第三，嫌疑人 S 的父亲就是一名骑摩托车的巡警，所以嫌疑人 S 十分的熟悉警用摩托车的外观，轻而易举的可以模仿出一台。然而这名嫌疑人 S 的血型呢是 A 型，并且笔迹与恐吓信上面的不符。在案发当天，这个嫌疑人 S 正好在少管所，因此警察慢慢的排除了他的嫌疑。然而悲剧的是，嫌疑人 S 在案发后的5天之后就服毒自杀了。后来呢，警察带了4名案发时的目击者前去参加 S 的葬礼。警察呢就问这4名目击者，这个人是不是那天的劫匪？得到的答案是3个字：有点像。嫌疑人 F 是所有嫌犯当中最符合的一个。第一，他的长相和画像的人基本是吻合的。第二，他的年龄是25岁，是当地的一名司机。第三，他的血型是 B 型，这也是吻合的。第四，嫌疑人 F 的说话语气、写信方式以及笔迹和那封恐吓信是非常的相似，因此警察就很快的将他逮捕了，还开了记者招待会，声称嫌疑人 F 就是他们找到的罪犯，并且公布了 F 的照片。然而当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很快被一家公司看到了。这家公司呢给出了一个证明案发当天 F 正在他们的公司进行面试，所以不可能犯案。有了不在场证明，这个警察也只能把 F 给放掉了。然而呢，这名嫌疑人的悲剧生活就此开始。他从此之后找不到工作，妻离子散，迫于压力呢，最后在2008年选择了自杀。嫌疑人 F 成为此事的又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呢，警方就不敢再轻易的去抓捕嫌疑人了。或许连警方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拥有嫌犯的画像和掌握了大量的证据的情况下，至今都没有破案。有人要问了，这起案件没有破案，是不是警方的这个投入的警力不够呀？没有重视啊？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日本警方在这个案子当中投入的警力和物力是史无前例的。参与这起案子调查的人员总共有17万人，调查该案件投入的成本达到了9.9亿日元，警察找到的嫌疑人就有11.8万个，不过最终都排除了嫌疑，还是没有能够破案。这起案件呢，之所以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案件呢，主要有以下的这些原因。第一个，涉案的金额高达3亿日元，在1968年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日本当时的工资标准来计算的话，这3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30亿日元，是日本当时遇到过的史上金额最高的强奸案。第二个呢，是时间跨度长，即便是到了今天，距离案发已经50多年了，每当有人谈起这个案子的时候，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后来呢，这起案子被陆续的拍成了多部电影、电视剧，造就了它的成名。第三呢，这个案件的疑点多，越是像这样的悬案，越是会引发人们的想象。比如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起案件就是银行自导自演的骗局，因为这样的运钞车的动向只有银行内部的人才会知道，并且这家银行其实没有损失这3亿日元。案发之后，国外的一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全额赔付，因此呢，银行骗保也是一个动机。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警察公布了被盗走的3亿日元的序列号，然而至今呢一张都没有用过看起来不太像是个人或者团伙的作风还有人提出了疑点，就是像这鸭舌帽这样的重要物证，涉案的警察竟然会轮流试戴玩呢，这样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日本的刑事追诉期呢是20年，到了1988年的12月10日，警方宣布彻底的放弃调查，这个案子就变成了一桩日本最有名的悬案。案子追诉期过了之后就不断有人声称自己是劫匪，然而警察呢是能够辨别真伪的，因为有2个信息警察并没有公布。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烟筒第一次并没有被点燃，后来嫌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将它点燃的，这个方法是什么？第二个呢，是当时的3个铁箱子里面，除了有3亿日元的现金，还有一样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谁要是能够正确的回答出这2个问题谁就是真正的凶手。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下期视频再见。